明万历39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胞弟舒尔哈齐在幽禁中死去。作为满清开国重臣，努尔哈赤亲如手足的兄弟，舒尔哈齐的死在女真内部没有引起多少震荡，反而是远在北京的大明朝廷坐不住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切还要从大明对女真的羁縻政策说起。明初战争频繁，洪武年间既要对付元朝残存势力，还有云南等地的战事，国家财政负担很重，北方前线的军事后勤供应压力很大，辽东粮食更是常常依靠海运补给。这种情况下，对于上构不成威胁的女真部落，采用羁縻政策是当时的最佳选择。羁縻就是一边笼络怀柔，一边加以控制，它发源于秦汉，是历朝君主代代相传的传统艺能，明朝也不例外。对女真部落的羁縻始于明成祖朱棣，朱棣下诏书招抚女真部落，同时还给女真部落首领授予官职，让其在名义上接受明的管理。永乐元年，朱棣设置建州卫，女真首领阿哈出为建州卫指挥使。过了40年，建州卫被拆分为建州三卫，兵力和权力也被一分为三。清太祖努尔哈赤即出自建州左卫。除了建州三卫，明廷也在东北其他区域授予部落首领官职，其目的就是要以此手段分化女真各部，让其不得统一，无法成为明廷的威胁。明在东北导演了一出100多年的以夷制夷的大戏，时而后代建州女真，时而后代李氏朝鲜，让其互相攻击，时而又利用海西女真，甚至蒙古部落来牵制建州女真。后来的美国政治学者米尔斯海默也提出了一个与之很相似的离岸制衡战略，也被称为离岸平衡手，被英美等国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明廷的羁縻分化政策取得了一定效果，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女真各部也逐渐看穿了明的把戏，女真的统一不可避免。到了万历年间，李成梁出任辽东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此时辽东的防守压力极重，西部有察哈尔部土蛮、泰宁部速把亥、草花、朵颜部董狐狸、长昂等势力窥边，东部则有建州王杲、王务堂、叶赫部亲家弩、杨吉弩等部落侵扰。万历2年，时任建州卫都指挥王杲大举入侵明朝边境，被李成梁击败。9年后，王杲之子阿台暗中蓄积力量兴兵反明，又引来了李成梁的继续追剿。王杲是努尔哈赤的外公，而阿台的妻子也属于努尔哈赤一族。作为亲家，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担心王杲的所作所为危及自身，早已暗中投靠明朝。此番追剿更是立功之时，便自告奋勇加入明军作为向导。悲剧的是，父子俩在混乱中遭到明军误杀。努尔哈赤在悲愤中发誓复仇，但将矛头对准明朝显然是不自量力，他只得把账算在了引导明军围剿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身上。努尔哈赤起兵之后势不可挡，5年的时间里统一了建州女真，接着又开始统一海西女真的步伐，在万历21年的古勒山之战中大败海西女真联盟，从此成为女真诸部中最强的势力。明廷也不能小视努尔哈赤的势力，一方面明廷通过加封努尔哈赤来维持关系，另一方面也在寻找新的代理人，试图分化女真势力。此时的努尔哈赤奉行的是远交近攻的战略，表面上依旧恭顺地做大明的臣子。因此在万历23年，努尔哈赤派自己异母同胞的弟弟舒尔哈齐前往北京朝贡。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胞弟，两人一起成长，历经患难。他们年幼时母亲去世，兄弟俩都被继母欺凌，他们被迫寄居在外祖父王杲家中，常常要外出采摘人参、山货，运到抚顺马市贩卖来维持生活。幼年时相依为命的经历给了他们极深的感情纽带。李成梁攻陷王杲时，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双双做了俘虏，见到兄弟俩颇为机灵，便将二人收在帐下使唤。由此，努尔哈赤、舒尔哈齐有机会接触汉人，学习汉文化。一种因结出了两种果，努尔哈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立志将所学用于将来征服明朝，而舒尔哈齐则接受了洗脑，也接受明朝皇帝是天下共主，要忠于明朝。只不过父辈的惨死，令到舒尔哈齐暂时摒弃那些忠君思想，与努尔哈赤一道报仇雪恨。努尔哈赤起兵后，舒尔哈齐陪伴在哥哥左右出生入死，是其左膀右臂。
在统一建州女真和抵御海西女真的战争中功勋卓著。在明代史料与朝鲜史料中，常将努尔哈赤与舒尔哈齐并称为两都督，可见当时舒尔哈齐是建州女真的二把手，地位仅次于努尔哈赤。但是这样一位大清开国重臣，在《清实录》《东华录》等清代史料中记载却十分稀少，清朝官方史书中甚至都没有为舒尔哈齐立传。作为开国的亲王，其清代史料的丰富程度甚至比不上明末和朝鲜的史料，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其根源就在于明廷故技重施，再次施展矫使，羁縻分化政策，企图拉拢舒尔哈齐来分化建州女真的势力。舒尔哈齐来到北京后，明廷对其十分热情，给予隆重接待，并给予建州等位一任都督都指挥使的称号。这次入贡，舒尔哈齐对明的招待非常满意。在之后的万历25年、34年、36年又3次赴京朝贡，每一次都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待遇，舒尔哈齐与明的关系也日益密切。除了明朝廷，身处辽东的李成梁也嗅到了舒尔哈齐的巨大价值。李成梁让其子李如百纳舒尔哈齐的女儿为妾，舒尔哈齐通过与辽东明军实权人物李成梁的联姻，又把自己的地位提高了一步。那么，作为建州女真一把手的努尔哈赤，如何看待自己的弟弟与大明关系愈发亲近呢？从清代有限的史料看，努尔哈赤起初并未限制舒尔哈齐的势力。舒尔哈齐第一次朝贡后，努尔哈赤并未有何反应。此时，努尔哈赤的实力是舒尔哈齐的2倍，舒尔哈齐兵力也不容小觑，两者关系和谐。但在万历25年，舒尔哈齐第2次朝贡后，兄弟之间就已经出现裂痕。万历27年，努尔哈赤进攻哈达部，以舒尔哈齐为先锋。可是哈达兵迎战后，舒尔哈齐却不肯进攻，努尔哈赤大怒，让舒尔哈齐退后，亲自率兵与敌军激战6日。此事过后，兄弟嫌隙已生，而舒尔哈齐与李成梁结为姻亲后的交往也更为频繁。最终乌节岩之战后，兄弟矛盾彻底爆发。万历35年，努尔哈赤派舒尔哈齐、楚英、代善等人前往东海瓦尔喀部接收归附的非优城将民。这些民众原本属于布占泰部，但他们在途中受到了布占泰军队的拦截。面对同样与自己有姻亲的布占泰，舒尔哈齐再次选择按兵不动，甚至在楚英、代善杀退敌军后也未乘胜追击。事后，努尔哈赤给了舒尔哈齐达尔罕巴图鲁称号，意思是神圣的勇士，却要处死舒尔哈齐的亲信长舒和纳奇部2将。舒尔哈齐当即表示，若杀2将，即杀我，拼死阻拦。兄弟之间嫌隙更深。之后，舒尔哈齐兵权被夺，意图率部移居黑扯木。黑扯木靠近明军重镇铁岭，亦与布占泰部邻近。舒尔哈齐依托明军与努尔哈赤分庭抗礼之意已经非常明显了。万历37年，也就是舒尔哈齐最后一次朝贡回来的第2年，兄弟矛盾彻底爆发。舒尔哈齐从北京回来后，直奔黑扯木，不想努尔哈赤早已洞穿弟弟的企图，他将舒尔哈齐的2个儿子杀死，而明军对此冷眼旁观。舒尔哈齐无奈之下，只能向兄长投降，随后被囚禁身死，连共创基业的功绩也被湮灭在史书中，直到顺治10年才被追封为和硕庄亲王。明朝分化努尔哈赤兄弟的计谋到底如何呢？只能说战术上是成功的，兄弟反目的目的达到了，而战略上是失败的。分化兄弟的举动并未能阻止女真部的统一和崛起，更没有因此保护了明朝边境的安宁。大明最后羁縻失败的原因，要从3方面来分析。首先是罪魁祸首明朝廷。大明虽有意扶持舒尔哈齐，分化努尔哈赤的势力，却犯有2大错误。第一是情报不明，以为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地位相当。尽管从使臣的记录看，两兄弟当时被称为2都督，所用的礼仪规格相差不大，但实际上努尔哈赤占绝对领导地位。后来事实证明，努尔哈赤要收拾弟弟简直易如反掌。第二，李成梁在关键时刻并未给予舒尔哈齐足够的支持。自古所谓以夷制夷，玩的就是平衡之术，扶持弱的对抗强的，才能起到效果。李成梁表面上厚待舒尔哈齐，却在舒尔哈齐势力即将覆灭的关键时刻未出手相助，舒尔哈齐只得向兄长认罪。这样的羁縻政策并未改变努尔哈赤独大的局面，
只是牺牲了舒尔哈齐。最后一点也比较关键，舒尔哈齐本人并不愿意与兄长为敌。舒尔哈齐与努尔哈赤的分歧，重点在于建州女真统一后的方针。努尔哈赤是主战派，野心是整个天下；舒尔哈齐则倾向于统一建州女真，偏安关外就好。从舒尔哈齐的角度看，海西女真是他的姻亲，大明也是他的姻亲，因此舒尔哈齐对战争并不热心，两兄弟因此产生矛盾。与舒尔哈齐对明王朝心存幻想不同，努尔哈赤早就明白大明靠不住，自己的爷爷与父亲是明军的向导，却被杀死在乱军之中。努尔哈赤家破人亡，李成梁却是加官升爵。女真诸部不统一，就只能永远在明夷制夷的阴谋下互相攻击。统一女真诸部，而不是只统一建州女真，才能有与明抗衡的能力。努尔哈赤又怎么会允许弟弟来分裂自己的势力呢？这场大明最后的机迷分化之策只能黯然收场，随之而来的则是无尽的战火。